那么黑熊学院哦，很会募款哦，那说呢被质疑是贩卖恐惧啊，恐惧是一门赚钱的好生意。是，现在看起来这个绿色也是一门赚钱的好生意啊，因为呢，这个沈伯洋他在跟他们这个在学院里面说呢，中国飞弹打来有帮助的，募款有帮助，大家恐惧啊，那他卖什么？你到他网上去看啊，卖什么这个灭火器啊。哦，卖什么止血的什么东西，反正就是打仗的时候你可能会用的东西，他在卖这个东西，在网上卖啊，所以那个现在是淘宝的货品呢。哦，大陆淘宝，反正还是卖这些东西啊。那所以侯汉廷把录音带公布出来啊，说呢中国的飞弹打过来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而且说黄文菊呢是很重要的金主啊。然后呢，这个他认为呢100-200万不够，要上亿才够资助他们哈。那另外呢，今天侯汉廷又公布他的另外一个录音的这个讲话呢，是说这个当时资助黑熊呢，蛮重要的就是 AIT 要出来讲到底有没有啊？你这搞什么鬼啊？哦，所以因为他当时还没有公司，所以呢不能捐给公司，所以到他的私人户头，然后他再转给公司啊。以后的公司他这样说啊，我全部提出来，因为先转到我个人账户哈。我们之前听到 ASAID 啦、索罗斯啊什么，已经搞不少钱了啊，5000多万了，好像加起来啊。AIT 也捐助，到底什么？这到底而且我们政府也捐助，招标什么也给他，国外拿钱，国内也拿钱哦。索罗斯 USAID 就是美国的什么援助总署，这个 AIT 也都给，那到底要干什么？为什么要给他呢？那么多人为什么不给其他人呢？为什么就给他？当然其他人也有了，但就是给这几个人特定人。然后他现在是国防委员会的召集委员，国防外交，对不对？然后天天叫民进党天天叫人家不要移美，天天不要移川。那你们是拿人家的钱，那到底台湾老百姓也没拿钱啊？这么几个人拿钱啊？一般人谁拿的钱？哦，这不很奇怪吗？我们看一下。台湾民主实验室每年都会公布中国影响力指标，过去更曾被时任外交部长吴钊燮高度肯定。如今遭爆料，沈伯洋在担任台湾民主实验室执行长时，疑似接受国外势力赞助，被紧追，金流还没说清楚。到底他收受了国外的组织多少钱，以及他必须要能够给国外组织什么样的回报？不管是黄文菊、曹新成，他们都认为要加强我们对认知作战的应对，这些全部都是公开资讯。在侯汉廷爆料的音档当中，谈到黄文菊对黑熊很有兴趣，而他正是全球台湾研究中心 GTI 创办人，2016年在华府成立，是一个聚焦台美关系的智库。根据音档中，沈伯洋说黄文菊认为100-200万不够，几千万也不够，疑似谈到募款情况还不止这样。沈伯洋还提到，一开始算蛮顺利的，就是到100-200万，但到200万停了很久，被黄世修攻击很惨，但也因为他的攻击被更多人注意到。但沈伯洋回击，这是经过拼凑剪辑，但赞助争议似乎还没说清。日前台湾民主实验室被曝多年来接受美国国际开发署计划赞助134.96万另外2个和沈伯洋相关团体也疑似收到赞助，总金额到新台币5700万元。沈伯洋澄清，台湾民主实验室没有接受过 USAID 的相关补助。沈伯洋竟然还去接任了立法院外交跟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沈伯洋现在有责任也有义务要清楚跟全民交代清楚，你到底拿了海外多少钱，有没有违法嫌疑？在野党日前已经提告涉嫌违反刑法、国安法，虽然已进入司法调查，背后层层人物关系未完待续。郑成兄，我觉得黑熊真的是一门好生意耶，你知道吗？就前几个月我们在审预算的时候我后来大概看了一下，跟黑熊学院补助有关的单位多到不胜枚举，警政署有，内政部有，然后消防署有，外交部有，数发部有，卫福部有，一大堆单位都有给黑熊预留那预算，多可怕！然后我们后来发现，黑熊他不只在拿国内的钱，他竟然也拿国外的钱，拿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跟那个美国国际开发署下来给他的钱到了那个台湾的民主实验室，都在他的名下。那么我们就从2020到2024年这段时间过程当中的时候，他拿到大概超过135万美元呢。
你知道非常大的一笔钱哈。那我在想说，黑熊它的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当我们听到说，他说中国飞弹打过来的时候，会有助于我们募款，天哪，我听的火气都上来了。我们在如何的努力做政治工作，就是希望让民众能够有和平的生活，不要兴起争端。我们刚刚上一趴在讲到那个乌克兰的状态的时候，大家觉得乌克兰的民众他们现在开心吗？然后你就发现他们的总统在白宫被凌辱了之后的时候，还是得要再坐回谈判桌去解决他接下来碰到的这些问题。那我们台湾到底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怎么会有一个执政党的委员，然后是总统他身旁重要的幕僚，认为中国飞弹打过来是很好，有助于我们募款这件事情，多可怕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的国人应该要认清楚，从乌克兰的经验当中说，我们看到我们台湾要如何能够自处，在大国之间要怎么样去取得一个平衡，让我们不要轻易的走到另外一个乌克兰这样的一个路线当中，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当听到黑熊他们觉得中国飞弹打过来的时候，他们有助于他们募款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是不可相信的一句话，你知道吗？竟然会为了要募款，觉得中国的飞弹打过来就对他们是有利的。老共的飞弹真的常常讲说红共跟绿共现在结为一体。老共的飞弹你知道我跟侯友宜在选侯友宜跟我在选总统副总统的时候，我们民调本来是上上下下，有的时候是赢这个赖清德的。那军方国防部发布一个说老共射飞弹，对，马上 missile 就是飞弹嘛，卫星是 satellite 嘛，卫星是无害的，因为很高嘛，飞弹是对我们有威胁的。那他们故意把它讲成 missile， 然后很多就翻成飞弹，还要发警报。你卫星有什么好发警报的？警报是你政府发的。我那时候正在游街，在宣传上，突然那个手机上就开始震动，每一个人警卫的那个护卫身上都开始震动，就像那个地震震动一样。那一次当场做民调，我掉6个百分点，侯友宜跟我就立刻掉6个百分点。那个简讯就是你们的2颗子弹嘛，6个百分点对呀。所以呢，在选举的时候，飞弹就是民进党赚选票的工具，在平常就是他们呢赚钞票的工具。所以呢，这个真的是飞弹之好用大以哉。不是，我觉得刚刚赵哥讲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贩卖恐惧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意啊。我觉得沈伯洋是把认知心理学学到骨子里面去，他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做一个国内找敌人的认知作战，永远都是用一个中共给我们来的方法。包括我觉得我最不能够接受的是，当国民党提出所有的一个部分，我们要删减预算，我们要对这个财政划分做任何的事情，他马上就给你框个最大的。然后你看国民党做的每一件事情跟这中共都是中共下达指令，是我们自己先做完，可是他只要框上这个，然后重点就是因为这个恐惧，这个认知作战做久了，在国内不断的是渲染之后，相信的人非常的多，他们就是乐此不疲，所有事情只要是框上这样的一个模式完之后，所以当然黑熊是好生意，每一个部位都有黑熊来把它摄入，有摄入之后呢，他们就可以用这个无孔不入的这样一个认知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是台湾目前最可悲的一件事情，而且他再怎么解释。侯汉廷再怎么解释，他马上反击，而且他这个反击马上就会比侯汉廷的这样子的一个渲染，更多的在他们同温层里面不断的去传达，然后沈伯洋的直播还是不断说好棒棒，所以他根本不用担心你质疑他的任何问题，他有一套说法给你反驳，而这个反驳不管他是对或不对，总有一套非常忠诚的信徒，我觉得这才是台湾目前我们在这个认知作战之下面，国民党真的才是最大的受害者。我讲1、2句话。好，我们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刚刚提到沈伯洋黑熊飞弹，哇，每个人都很兴奋或者很激动一节谈不完那《中国时报》呢是说鼓吹抗中，两岸越乱，黑熊越赚那真的是这样然后呢，《联合报》的社论叫做以美、亲美、利美，从张献义到沈伯洋。我讲真的，我认为共谍当然很可恶，一定要抓，美谍就可以放任吗？张献义不就害我们吗？已经让他上校了，中科院的这个搞核能的副所长了，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就把我们整个都出卖了呢？就美谍嘛。
因为你共谍要接触到我们高层不容易，这跟在大陆时候不同。大陆时候蒋介石旁边都有这种共谍，但在台湾不容易，因为你怎么接触？所以我们看都很多那种退役军人有没有被吸收？你现役的将领怎么可能？不太可能的。政府的，但是呢，这个政府的党政军的高官是有可能被美国人吸收的。为什么？特别是留学生大概不是很容易的，留学生要跑到高院还很久。但是政府机构常常送人出去进修啊，送去进修是政府人很优秀的，而且都是在中高阶层，已经在这个位置上了，吸收你以后，你将来一定会爬嘛。而且它可能变一个系统啊。当你爬到高位的时候，我就跟你讲，你把那个人也提拔起来，它就变成一个系统了。美谍对台湾的影响才大呢，而且不是只对台湾，他们全世界都搞啊。那 USAID 搞多少在外面了，对不对？所以马斯克说这是一个犯罪组织煽动各个国家的政变在那边犯罪，杀这个搞那个，就是他们干的，专门干这个事情了。真的是很可恶了啊，真的很可恶。来，这个永平你要讲。我认为其实沈伯洋的问题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啦各方面也讨论很久，可是一直到他这次侯汉廷呢拿到了我想是很不满意他们在内部的那个录音带爆料之后，我深刻的体认到，我觉得我们对沈伯洋的问题可能还过分轻忽了。像刚才柯震委员，因为他是心理学教授嘛，专家，他一直从认知的心理学的角度来思考。我觉得沈伯洋问题已经严重到超越这个了，因为我们在座就有6个现任或者前任的立法委员大家会觉得拿 AIT 的钱是小问题吗？不是啊，沈伯洋拿没问题，我们每一个人拿都是大丑闻，都是大问题啊。那现在沈伯洋的问题有多大？公开承认拿 AIT 的人公开承认说美国 USAID 跟索罗兹的人，然后呢，大家认为说他是美国的县民，就算不是美谍，起码也县民的这个事情呼之欲出到这样，那他也不要掩盖任何爆料的时候他就通通承认，然后他承认的时候呢，他就说这有什么关系这又怎么样？拿 AIT 的钱，拿国外的钱，一个学者，这不是很正常吗？这哪里有正常的？一点都不正常。那么多学者，几个人拿到钱了？不是立委也不可能啊。好，那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你资助一个美国人，资助一个沈伯洋这种补教老师背景，过去呢，在这次担任立法委员之前，也没有任何政治基础，也没有选举过的人，给他这么多的钱，这么多的任务，而且黑熊学院他到底要干嘛？只是认知作战吗？不是我有一次，因为这些事情的发展，我就意识到呢，在选举前我看了一个德国之声的一个影片报道。结果呢，他在里面呢，他们就追随着所谓黑熊学院的那个在地下室的民兵训练呢，他们就是真的在做武装训练。我认为，其实沈伯洋之所以被曝光这么多，在正常状态都是丑闻，而且民进党呢不但不避讳他的不分区，反而在这一次召委选举争议如此之大，柯建铭非给他干，他那个外交国防委员会不是只是齐凯讲的那个层次，是民进党有人竞争，而且已经都讲好要给一个别的人了，硬把他拉下来，非给沈伯洋干不可。这背后在干嘛？他赖清德政府或者是民进党跟美国承诺了什么交易？他们想要透过黑熊学院在干嘛？只是认知作战的层次而已吗？大家如果把零日攻击这个影片再兜起来看的话，他是真正要搞台湾的民防武装部队啊。因为他们现在认为说，台湾呢年轻人又不要当兵然后美国呢每一次跟你讲什么兵役要延长呢，哇，台湾的人都这个抱怨一大堆然后民进党就一直很为难，说这样不行，选票都跑掉了然后呢，大家的这个什么国防，所以他表面搞园游会，可是他其实真正我认为真正底下的钱呢还没有看到，他接下来呢他就要做民兵。好，那做民兵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就是
即使以后不会真的要打仗，他也让你内乱啊，乱到你不得不打仗啊。所以这种我们看乌克兰的例子就是这样嘛。乌克兰为什么一步一步走到后来被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活动？因为他一直在内乱啊，他一直在内战啊。打仗之前就内乱了。对了，所以这个问题我真的觉得国民党不够重视沈伯洋的可怕程度呢，可能比大家在讲的这个宣传战、认知战更严重。我们看选罢法都知道，你选举的时候政治现金。外国的钱都不可以拿，对，老公的钱不可以拿，外国钱也不可以拿，就怕外国来影响你嘛。所以呢，这个就不是说什么中国的钱不可以拿，美国钱也不可以拿。很多人觉得说没关系啊，我们拿美国人钱没关系，美国人跟我们很好。美国人在做你的工作，张献义看到没有？关键时候他就做你的工作，关键时候就把你的这个核能就全部给你拆了。什么叫可以呢？他的利益跟你的利益不是完全结合的嘛？他有他的利益，你有台湾有台湾利益，美国有美国利益嘛？这利益怎么会一样呢？怎么会一样呢？一样的话，他干嘛叫台积电硬搬到美国去呢？留在台湾不就好了吗？不是这样子吗？来，凤馨，谁在拿钱在台湾搞认知作战？谁在拿钱正在动乱台湾？请问一下，拿中国大陆的钱是不可以的，拿美国的钱就叫做好棒棒吗？现在民进党上上下下说亲美，其实就是对的。美国人的利益到最后，在乌克兰的例子当中，其实就呈现出来的是，有一天他会有一个总统，然后告诉你的总统说 "You have no card"， 你没有筹码。那乌克兰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 "You have no card" 这样的一条路上面的？沈伯洋他不是为台湾利益在发言，他就是为了美国利益在发言，他就是美国利益代言人。不管美国利益跟台湾利益多少重叠，但是一旦遇到了不重叠的地方的时候，他就是站在美国那边，不是站在台湾这一边。我们拿乌克兰做例子，乌克兰的今天没有选择，我刚刚说它只有坏跟更坏的选择而已。为什么？从2004年的橘色革命开始，2004年的橘色革命是谁搞的？到了2014年，一次革命还不够，这个选上的总统被推翻下来，被政变下来。到了2014年，再来一次广场革命。到了广场革命的时候，这时候背后的力量开始呢得意洋洋了。它背后的力量包括了有开放社会基金会、国际民主协会、自由之家、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当然包括了还有 USAID。好，那这里面呢，索罗斯在2014年5月的时候得意洋洋接受 CNN 的访问的时候呢，对于乌克兰的广场革命很开心的告诉大家，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今天的索罗斯跟2014年的索罗斯是同一个索罗斯，而沈伯洋拿的是同一个基金会的钱。2014年那一次，他等于是一次政变之后，然后乌克兰就内战了，内战了之后，俄罗斯就打到了克里米亚以及乌东地区。这就是整个乌克兰悲剧的开始。请问一下，台湾是要复制吗？沈伯洋是要在台湾复制吗？你要知道，今天呢，不是只有沈伯洋的民主实验基金会啦，或者是他的黑熊学院啦，拿美国的钱。其实在这里面所公布的索罗斯的开放基金会当中，拿钱的还包括了事实查核基金会。事实查核中心，那你不要忘了，在乌克兰有同样一个类似的事实查核中心，也是同样做美国的认知作战。所有对美国不利的，通通都是错误的消息，都是假消息，都是谣言，都是谣言。然后呢，对于有利于美国的谣言，通通都是真的。所以，我今天真的很悲哀的说，今天如果台湾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没有选择的。只跟着美国的大腿抱着紧紧的，然后呢，听任一位美国利益代言人在台湾呢翻云覆雨，其结果是什么？其结果就是终有一天 ，You have no cards， 你没有筹码，我们通通都没有了筹码。这个以美论者，我是啊，我凭什么？我凭什么要相信美国？我来补充一下凤馨讲的啦。沈伯洋不止没有为台湾利益想，他也不是为了现在的美国的利益想。大家记得哦，沈伯洋受到这个资金的资助啊，是以前的民主党的这个政府，现在是川普。我办公室查到的资料是什么？是川普跟马斯克全面去清查，他们有不当或者腐烂的预算，他们认为这个是要砍掉的。特别他们查到 USAID， 就是他们所谓的国际发展署。他们里面有些钱是出自什么伊斯兰国，
连那个盖达组织都有，说他们说是一个邪恶力量。大家上去看，他们现在连那个机关的那个名称啊，都被遮起来了。几乎是被裁掉的一个状态。现在是川普会去查说啊，奇怪了，美国他们认为是邪恶或者不当的这个钱，为什么要流到台湾的沈伯洋这个台湾民主实验室里面？这个才是现在的问题哦。现在不是说美国的利益，现在是连现行的美国川普的这个都认为说你拿这笔钱是有问题的，你到底在搞什么？那我们从实际上去看更严重的，沈伯洋现在不是只有贩卖恐惧耶，他是在制造对立耶。你看他从黑熊协开始创办以后，他在干什么事情？制造国内扣你红帽子，对不对？然后制造两岸的这个紧张关系啊，所以我才说现在更严重是什么？他长久以来他的作为就是在整个国内，在我们中华民国里面制造敌人，然后让两岸关系非常的这个紧张。结果呢，现在他又掌握了外交跟国防委员的这个召集委员，他以后接到那个机密，还有金元啊你要去买这个经过什么，他都是第一手的这个资料这个人不能够，这个人有义务啊，他有义务跟我们全民交代清楚，你到底拿了国外哪几个单位的钱？光是我查的，不是只有索罗斯这个个人的，你现在连美国那边我刚刚讲过的国际发展署的钱你也拿了，对不对？现在还有更多的这个钱，你拿了钱，人家叫你拿了钱要叫你做什么事情，你要交代吧。而且你现在所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个对立的，台湾慢慢的跟两岸的关系越来越不好，这是你的任务吗？特别是民进党为什么这么坚持要沈伯洋当外交跟国防委员会的召集委员？陈冠廷也很不错啊，老柯就一般来压着说一定要是给沈伯洋。那沈伯洋你现在又已经被拆穿了这个面具了，一方面你拿着国外的钱，那人家到底要做什么？要你做什么事情？是不是就是要你现在做的去制造对立？第二更严重了，你看现在传出来，你说你这是不是精神分裂啊？你一天到晚在讲说什么抗中保台，对不对？然后连每次中共有这个飞弹射过来，你就要谴责他，就你现在不是你私底下讲的是什么？飞弹射过来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你精神分裂还是你故意在制造对立？赚钱的好机会啦。对不对？利用恐惧赚，所以我讲恐惧真是一门好生意啦。而且还有 AIT， 他说也捐钱给他嘛，那这还不是在美国，在台湾就地就给他了。那民进党里面只有沈伯洋拿美国的钱吗？民进党里面还有没有别人拿美国的钱呢？休息一下再回来。